老團長，我們還沒有找到周衛國，還沒找到，給我接着找。是，這麼多小鬼子跑到了野人山，我就不信他們是給土地爺上香去了。传我的命令，不找到周卫国和老徐，谁也別回来。然而，虎头山独立团团长邱明却萬萬沒想到，周衛國帶着幾十個土匪逃進了荒無人煙的野人山後，卻陷入了幾千頭日軍的重重包圍，甚至逃亡途中，周衛國還不幸負傷，為了活命，最後只能徒手從腹部摳出炮彈彈片。但哪料更大的難題還在後面，因為兄弟們已經3天沒吃東西了。可周衛國本想去弄點野味給大伙填填肚子，卻被隊醫范小雨當場攔下。周衛國，你敢动試試？我告訴你，誰都不許跟他去。現在有傷，知不知道？這一路范小雨對周衛國的關心藏都藏不住，那眼神拉絲的模樣引得兄弟們紛紛吃瓜。周衛國，不准動，人家不讓你動嘛，你們兩個看谁敢去，讓我也看。這也算是逃亡路上難得的放鬆時刻了，暫時緩解了戰場的緊張氣氛。然而很快下一個危機卻接踵而至，兄弟們本想將抓來的魚烤着吃填飽肚子，可這一舉動卻嚇得周衛國趕緊上前制止。不能點火！周衛國之所以如此警惕又冷靜，靠的是扎實的軍事素養。畢竟中央軍校和柏林軍校都教過他戰術預判，再加上戰場經驗，他深知一旦明火產生濃煙，必然會暴露目標，到時鬼子和圍過來就危險了。於是為了想個兩全其美的辦法，周衛國竟帶頭大口吃下帶血的生魚片。這一幕不僅嚇得朱老大心驚肉跳，老四更是本能的捂住了嘴。可為了生存，眼下也別無他法。这大家都吃啊！在周衛國的帶頭下，眾人紛紛開始吃生魚充飢，但唯有隊醫范小雨仍下不了嘴。去吃東西。我不吃生的。無奈之下，周衛國只好掏出身上最後一包壓縮餅乾遞給了他。最後一包壓縮餅乾了。然而此舉卻讓范小雨暖心不已，畢竟深陷絕境裡，一點點善意往往就能暖人心，給人力量。可吃飽了肚子後，眾人萬萬沒想到，接下來的考驗卻更加嚴峻，因為他們已經來到了一處懸崖邊，而且即便翻過了懸崖，前方也很可能會有鬼子攔截。但眼下並沒有更好的逃亡路線，只能硬着頭皮先爬上陡峭的懸崖，再做打算。我們得從這兒爬上去。爬？怎麼爬這麼高？對於周衛國而言，攀爬眼前的懸崖幾乎毫無難度，畢竟他曾經學習的2所軍校都重視野外生存和體能訓練。中央軍校教他如何應對敵後地形，而柏林軍校的山地攀爬訓練則更加嚴格。正因如此，他才信心十足，能快速爬上懸崖。而且在抗戰時期，這2所軍校均兼顧理論與實戰，也為敵後戰場輸送了大量骨幹。隨着時長不過2分半，爬上懸崖後的周衛國立馬拋出了繩索，並幫着懸崖下的兄弟們攀登而上。可當眾人暫時脫離險境後，朱老大他們卻有些樂觀了。弟兄們，聽好了，我們很快就会衝出去了，大家喘口氣兒，把身上能吃的都吃了。然而众人此時萬萬沒想到，隨着夜幕降臨，他們的正前方早已被鬼子設下了層層包圍圈，想要順利衝出去簡直難如登天。怎麼了？前面有鬼子，怎麼辦？我們往回撤吧。別說，聽二當家。這一路走來，朱老大對周衛國的信任已經逐漸拉滿了。只因周衛國每次拿主意都能救人於水火之中，因此亂世裡的信任往往無關身份，關鍵是誰能帶大家活下去。但眼下並沒有別的突圍路線了，如今之計只有抓住敵明我暗的主動戰機，突然發動攻擊打鬼子，一個措手不及，再伺機找準機會突圍。而為了摸清敵人的火力部署，周衛國當即讓徐虎爬上樹觀察敵情，並通過2人才懂的專業手語傳遞具體的情報。左邊有5個人，有一挺機槍。右邊有7個人，沒有機槍。隨着敵情已被掌握，周衛國當即部署戰鬥安排，他與朱老大各帶一隊分散突圍，而此舉意在分散鬼子兵力，降低整體突圍風險。這既是周衛國扎實軍事素養的體現，也是為了避免全員再次陷入被鬼子合圍的絕境。然而計劃本來十分周密，可當戰鬥打響後，隨着交戰陷入膠着的狀態，不料敵人的兵力卻突然朝朱老大那一隊快速合圍，導致周衛國這隊安全突圍了出來。可朱老大卻不幸被鬼子俘虜。猴子，清點人數。是，不好了，大當家都不見了，他去哪儿了？哎呀，这刚才都杀紅了眼了，林子黑都打散了。得知朱老大被鬼子抓了，周衛國的第一反應不是帶着其他人抓緊撤，而是只有一個念頭，想辦法去營救朱老大。但此舉並不是魯莽，而是亂世中過命的兄弟情。朱老大早已拿他當自家兄弟，真心跟着他突圍，因此他絕對不能丟下朱老大不管。能喘氣兒的带都給我走！走，现在不能回去。此言一出，众人頓時愣在原地，而大哥劉遠反對營救也並非無情，而是理性考量。他深知鬼子一旦抓住了朱老大，必然會拿其當作誘餌，吸引周衛國帶人前去營救，那麼好不容易突圍出來的兄弟又將再次陷入絕境之中。因此他的顧慮是對整體兄弟安危的負責，是權衡利弊後的冷靜，與周衛國的重情義形成了互補，並不衝突。哥，你是我哥，他也是我哥，他救過我的命，我必須救他。
回来。朱老大此前对周卫国的信任，此时化作成了周卫国营救他的底气，而他的被俘也凸显出特殊环境下能共患难不抛弃的情谊，远比身份及處境更重要。那么朱老大能顺利被营救出来吗？周卫国他们又将陷入怎样的绝境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解读。